我昨天问我一个学生，你说说看，足りない和物足りない的区别在哪里？我的学生就回答我说，足りない就是不够的意思，而物足りない因为多了一个物，所以它是指具体某样东西不够的意思。朋友们，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在学习日语的时候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看字猜义。因为在日语里面有大量的汉字其实和中文意思差得不远，所以我们在看到不认识的词就很容易养成那种看汉字然后凭中文的直觉去猜意思的习惯。但日语这个东西它坏就坏在偏偏要去弄这么几个词来搞特殊，而且这种特殊还坏得很，它不仅让你猜不对意思，甚至呢还把你往完全反方向带，让你彻底走远。今天呢，平宜就从物足りない这个词开始，带大家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里先给大家看两句话。第一句，学校の勉強だけでは足りない。第二句，学校の勉強だけでは物足りない。这两句话呢，无论是从语法还是语义上都是完全成立的。翻译成中文呢，也都是光靠学校的学习是不够的。但他们背后的语感却是差了10万8千里。第一句话，学校の勉強だけでは足りない。它的言下之意呢是勉強の時間や分量が不足している。也就是说呢，这里所说的不够，是指可以被具体衡量、能够量化的东西，比如时间不够、体量不够。所以呢，除了在学校的学习之外，我们课外还要增加复习的时间。回家呢，也还要多刷几套题。一句话总结呢，就是你能够说清楚具体缺了什么。而第二句，学校の勉強だけでは物足りない，它的语感呢，则更接近于勉強の内容に満足していない。意思是学校里面教的内容呢，可能太浅了，没有达到你的心理预期，你的精神上没有被满足，觉得不过瘾。这就不是回家多刷几套题能够解决的问题了，你可能呢需要去寻找一些更深奥的课外读物，或者去参加社会实践。一句话总结，不是具体哪个量不够，而是你在精神上的预期没有被满足。所以总结起来，这两者的区别呢，我们可以这么理解，足りない是数量的なものが不足している，是客观可量化的不足，而物足りない是指心理的に満足していない，它是主观精神上的不满足。你看这跟我学生看字猜义的结果完全相反，多了一个物的前缀，根本不是具体指某样东西，反而是把原来客观一目了然的事情变成了主观的心理感受和氛围感。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大坑？关于这个神奇的前缀物，我再来给大家举2个例子，帮助大家彻底吃透它。比如寂しい和物寂しい，中文呢都可以翻译成孤单寂寞的意思。但是呢，寂しい通常指的是因为缺少某人或某物而直接导致的孤单。比如友達がみんな帰ってしまって寂しい，朋友们都回去了，客观上只剩我一个了，所以觉得寂寞。这里的寂寞原因是一目了然的，而加上物变成物寂しい以后，这个具体的原因就被淡化了。它指的不是具体少了谁，而是周围的整个环境气氛，在精神上给了你一种说不出的隐隐约约的凄凉感。比如秋の夕方はなんとなく物寂しい，秋天的黄昏总让人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有种说不出的凄冷。再来举个例子，珍しい和物珍しい。珍しい呢，指的是客观数量上的稀有。比如これは世界に一つしかない珍しい切手です。这是世界上仅此一枚的珍稀邮票。但是一旦加上物变成物珍しい，它强调的就是完全主观上的新鲜感和好奇心了。它形容的是那种因为少见而忍不住多看2眼的心理。比如
外国人は日本の自販機を物珍しそうに眺めている。外国人带着一种看新鲜、少见多怪的心理，好奇地盯着日本的自动贩卖机。怎么样？大家理解 mono 这个前缀的精髓了吗？最后，平易再给大家留一道课后作业，请大家在评论区解释一下悲しい和物悲しい之间的区别，再分别造个句子试试，看看大家是不是能真正的学以致用。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我是平怡，如果你想要认真的学好地道日语，欢迎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有帮助到你，记得点赞收藏。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